宿舍夜谈会，每个人都要讲一个恐怖故事。我看着摇曳的烛光，轻声开口：你们听说过树先生吗？传闻中，那是守护村子的灵者，吃苦受累，只为修成下一世的圆满。我本该成为那样的树先生，可10岁那年，村里忽然来了一个卖货郎，他跟我妈讨了一碗水，喝完后才叹了口气：什么狗屁树先生，你这孩子是被人害了，害他的人就在身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出生的时候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接生婆守了几个小时，最后一脸惊慌地冲出了屋子，孩子生不下来，得去县里。我爷看着天色有些迟疑，接生婆急了，再拖下去大人小孩都保不住。你家小雅肚子里的是个男娃，这次要是憋死了，下次能不能生出来带把的还两说呢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这句话一出，在场的几个人脸色都变了。现在不比以前，一家想生几个就生几个，上面可是说了就生一个好，要是真把人憋死了，再娶一个，生出来是个女娃娃，不就绝后了吗？想到这，也咬着牙，大手一挥，下了命令：去，把咱家板车推出来，连夜走。都是一家人，即使知道这条路危险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出发。乃给妈裹了几件厚衣服，又拿塑料布将车子整个盖上，这才一脸心急地催着：快点去，我等下就去村长家守着，要是生下来，一定给回个电话啊。我也拿出斗笠，点了点脑袋，出了门。去过农村的都知道，雨天的路是最难走的。原本结实的土路，经过雨水的敲打，变得泥泞而沉重，每走一步都要用力地甩着脚上的粘土。也举着手电筒在前面探路，爸和几个叔叔在后面连推带拉地跟着。血腥味越来越重，车上我妈的动静也越来越小。每个人都知道大事不妙，可没人敢停，也没人敢去看。好像如此，一切坏事就不会发生。艰难的前行6、7分钟，才看出了村子。村子前面有一道桥，也让他们等着，他去看看情况。就当我爷去探路的功夫，一条巨大的闪着青光的闪电直劈了过来。几个叔立刻四散，唯独我爸死死拉着板车。轰隆一声，闪电劈在了车上，在场的人哭嚎着围了过去。我爸站在原地，眼睛闭着，手还没有松，身上也没有糊，最重要的是人还活着。而板车上的妈没有半分动静。他们把爸拖拽到一边，正准备去掀开塑料布，婴儿的啼哭声突兀地从底下传来。我也回来的时候，正巧看到这一幕。顾不得晕过去的大儿子率先扯开塑料布，掏出剪刀，简单处理后将我抱出来。他拿着手电筒仔细看过，欢喜出声：是男娃，是男娃，我林家有后了，孩子生出来了，别的就不重要了。我也再次下了决定，先回家，其余的天亮再说。一行人没出门多久，又调转板车回家。晕过去的爸和妈都一起塞到了塑料布下，爷将我塞到怀里，大步往家的方向去。我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，带着全家的期盼，成为全家的寄托。可能真应了村里人的那句生来异象，注定不凡。我从小就和同龄人不一样。周岁抓了一本书，2岁能识字，3岁就能将唐诗300首有模有样的背下来。这不是天才，这是神童下凡了啊！每当爷抱我出去玩的时候，村里人就会跟着夸：你看这皮肤黑的，肯定是包大人转世，以后注定要吃公粮嘞。吃公粮，这差不多就是村里人最高的荣耀了。因为这个说法，我从小就是村子里的话题中心。上到做铜床子滚床，下到取童子尿煮鸡蛋。不夸张地说，就连村里的狗路过我，都要被主人摁着脑袋冲我汪2声，好像这样就会蹭到我的福气，以后家里也能出个了不得的人一样。可人生总没有一帆风顺的。5岁那年，
我迎来了自己生命里的第一个坎坷，我变成傻子了。一开始我是没有这个概念的，我只觉得自己的脑袋转得越来越慢，家里人做事越来越难以理解。吃的饭反正也会变成屎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吃屎？爸妈、叔叔都是一个称呼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喊家里的小狗叫爸爸？只要跪下从人裤裆里钻过去，就能拿到2粒甜滋滋的糖。我钻了，拿到了，可为什么家里人还要扇我耳光，说我不要脸？我瑟缩地躲在柜子里，却无意间听到了也和爸妈的争吵。树华已经成了一个傻子了，为什么你还要阻挡我们生2胎？上面都说了，我们这个情况可以申请2胎的。也愤怒呛声，放屁！谁说我们树华是傻子？我们树华以后是要吃公家饭的，他还吃公粮，他都拿你的碗给你舀屎吃了。我也磕绊了一下，你懂个屁，那是不走寻常路。这话把我爸都气笑了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，也跟着哈哈哈的笑。笑着笑着就被我也从柜子里抱出来，树华不哭，有爷呢。我后知后觉地摸上眼角，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哭出满脸的泪花。可我明明在笑的啊，心里很不舒服，像是有一头野猪撞来撞去，让我想冲出院子，奔向无尽的麦田。我想说很多很多，可到了最后，说出口的只有一句：爷，以前他们说我的尿好，喝了能治病。你最近一直咳嗽，我给你拉了一坨大的，你记得吃。屋子里安静下来，我看到面前的老人眼窝处通红一片。我树华才不是傻子，我树华最孝顺了。我不知道孝顺什么意思，只是从那时候起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原来爸妈说的傻子不是家里多出一个人，而是我就是那个傻子啊！吓死了，差点以为家里有鬼了。还好我就是那个傻子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无论家里人怎么劝说，我也就是不同意他们去申请2胎。名额少，人家本来就不愿意下发。知道我们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生2胎之后，人家理所当然不批。我们家又一次成了风云谈资，这一次是差评。日子挣扎着往前走，很快就到过年的时候了。那时候日子不好，吃口肉比登天还难。家里陆陆续续又多了几个弟弟妹妹，叔叔们的注意力也放到了自己孩子身上。没有分家，一家就那点肉，2口就吃完了。我看着被馒头擦得锃亮的盘子，馋得直流口水。爷将自己的肉小心地夹到我碗里，树华也不喜欢吃肉，你吃啊？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肉？我一脸震惊，但还是快速地将肉塞到嘴里。还是当傻子好，傻子喜欢吃肉，也能吃肉。肉香香的，一抿就化开了，让人恨不得连舌头一起吞了。一个傻子，你还打算把他当祖宗供着了？爸不满地开口。我愿意。也翻了个白眼，我还没到吃你家饭的时候，就想管你爹了。爸讪讪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爷掏出腰间的旱烟，点燃之后抽了2口，忽然开口。这事我本来打算一直瞒着的，但这1年多，你们做得越来越过分了。再瞒下去，我怕咱们家的福气都被你们几个都损完了。你们以为树华为啥变傻了？那是成了天恩，是被选中的下一任树先生，是我们家未来的福星。树先生是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听过的故事，传说每个村子都有一个这样的傻子，像树一样守着村子，保护村子。这样的人天生就是来吃苦受罪的，等到福德积满了，这人就会忽然消失，回到天上做神仙。爸一听就笑了，爹，我们又不是小孩了，你别拿这些蒙我们了。蒙你有钱拿。爷将烟杆用力拍到桌子上，你们也不想想，咱们村之前那个树先生啥时候没的，是不是树华傻的前后脚？我爸小声接话，那就是个傻子，爹你还真信啊。也懒得理他，对着其余不当回事的人开口，我昨晚梦到那棵树了，他说要给树华发压岁钱，要我明天带着树华进山一趟。
这话的冲击力不亚于我当年端出来的那碗大的。几家人都停了筷子，将信将疑地看着我爷，又看了看我。别是爹你拿自己的钱贴补的吧？要我说也别折腾了，反正大哥现在也绝了生二胎的心思，以后会对淑华好的。一个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我怎么就生出你们这样的玩意？爷气得拍桌，也不想想咱们这个破家有个屁的钱。这样说也没问题。几个人对视一眼，还真起了些心思。就算没钱，能找机会进山打个鸡打个兔子也好啊。这样一想，一群人齐刷刷地举手要跟着一起进山，也一个都没同意，敲了敲旱烟，叔说了，就让我带淑华进去，别人都别想了。也执行力一向很强。次日天还没有亮，我就被喊起来了。太冷了，我裹着自己的小袄不肯起床。爸对准我的屁股，一脚就给我踹了下去，抓紧去，别让你也等久了。我不情不愿地起来。我妈拿着一个小包过来，里面放了一堆吃的喝的。淑华，别怪妈。她眼泪哗哗地流。我伸手给她擦，却怎么都擦不完。妈，我去拿钱给你买衣服。我妈没说话，只专注地看着我，像是要把我的模样刻到骨子里一样。别怨妈，也别怨你爷，咱们家实在需要一个好孩子啊。我不懂妈的意思，只本能地觉得害怕。妈，我不去了。我爸原本在床上坐着，一听这话，掀开被子又给了我一脚，少说点吓人的话，抓紧滚。我不情不愿地出了门，跟着我也踩着浅雾离开了家。走了一段路，我回头隐约发现家门口亮着的灯，那里似乎有2个人在看我。心口一紧，大脑胀痛，像是生锈的齿轮积攒够了力量，终于往前走了一步。我拉着爷的袖子开口，爷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丢了？爷一言难尽地看着我，最后葫芦一把我的脑袋，少听你爸妈胡咧咧，也丢你干嘛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，只拽着爷，泪眼汪汪地看着他。也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在山脚给我找了个位置坐着。那你在这等着爷，我去给你拿压岁钱，你不要乱跑，知道不？这个我能听懂。拿了钱给娘买衣服。爷上了山，我将头埋在包袱上，嗅着里面的糖果杂货，不停地吞咽着口水。不能吃，要等爷一起吃。我隔着包袱咬了一口，又立刻松开。睡觉，睡觉，睡着了就不饿了，睡醒了爷就回来了。我是被村里的鞭炮声惊醒的，醒来时爷已经在旁边坐着了。他的身上都是泥，露出的皮肤上还残留着血迹。见到我醒了，他将一个小袋子塞到自己怀里，然后拆开包袱，从里面拿出罐头，敲开递给我。吃饱了咱们就回家。我双眼放光的接过，犹豫一下又递了回去。吃，一起。爷动作一顿，而后明白过来，就咱们吃，不给你妈吃。他将另一个罐头也撬开，跟我的罐头碰了一下，咱爷俩一人一个，心疼死你妈，让她心眼子多，这次非得让她长个记性。吃完了糖水罐头，也牵着我回了家。这个点是吃饭的点，家家户户都在屋子里，也没有人看到我们这2个泥鳅。回到家，家里的几间屋子都关得紧紧的，隐约还有哭声，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。都缩屋里干嘛呢？鞭炮放了吗？对联贴了吗？这还要我教？爷站在院子里怒吼。奶从屋里出来，手还抹着眼泪。淑华还那么小，我心里难受，谁也不准。哎呀妈呀，这孩子怎么在这？话音刚落，屋子门猛地被打开，妈从屋里奔出来，抱着我嚎啕大哭起来。妈错了，妈心怎么这么狠啊？还好你回来了。妈不生了，妈就这个命，妈认命了，以后就守着你过日子，妈认命了。妈的哭声是那个年我最深的记忆。我从每个人脸上划过，只觉得身上像是没有穿衣服一样，北风一吹，呼啦啦的抖。好像就那么一瞬间，我忽然理解了一些东西。我的家
好像并不欢迎我。我的家人好像是希望我消失的。年夜饭也关紧房门，从小袋子里倒出来一堆带着泥土的金银首饰。几个叔叔和爸妈看得目瞪口呆。这是树给的。也声音带着几分警告，过了年我就把这东西换成钱放在宫中，以后要是让我发现谁还对淑华动歪心思，就别怪这个当爹的不讲情面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有了这一袋子东西，我在家的日子变得好过了。偶尔叔婶也会给我塞点糖，问我那日上山的具体情形。我含着糖只一味地摇头，叔婶就会干干笑着，这傻孩子还会防着人了。转折的生硬像是故意迁怒。每到此时，爸妈就会从屋里窜出来，指着叔婶的鼻子骂他们脏心思不安好心。我淑华以后有大能耐的，才不是什么傻子。叔婶讪讪离开。那次上山乌龙好像激发了他们消失很久的父爱母爱一样，可我只觉得别扭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不喜欢待在家里了，而是喜欢趴在村头的那个大树上。村里人都说我是真的要成树先生了，可我知道我只是害怕，尽管怕的是什么，我自己都不清楚。一切的转折是在我10岁那年。爷去走亲戚的第2天，村里来了一个卖货郎，他带着一堆稀奇古怪的小玩意，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后来到我家投诉。这是常见的事，卖货郎走街串巷的，有时候晚了来不及回城，就会随机找一家农户给点钱借宿一晚。难得增加收入的机会，谁也不嫌钱摇手，热情地迎进家门以后，我妈看卖货郎干得嘴角起皮，给他倒了一碗糖水，让我捧过去给他。他喝完水，目光定在我身上，片刻后迟疑开口：“妹子，你家这孩子看起来像是被人害了啊。”啥叫被人害了？我妈呆呆地问着，拿着碗的手不停地抖着。过路人没有明说，反而问了我妈一个问题：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这孩子之前应该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吧？是不是忽然之间就一夜痴呆，成了个傻子？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，可这件事周边随便一打听就知道啊，难不成是骗子？我妈警惕地看向卖货郎，可那人像是没有感受到一样，怜惜地看了我一眼。这孩子灵骨内秀，将来肯定会有大作为，可惜了，因为太有出息，被人换了运道。我妈没有说话，只是握着碗的手越发用力，指尖泛白。卖货郎继续开口：“大妹子，你要做好准备，这孩子命不长了。”哗啦，碗摔在地上，碎成几瓣。哎呀！他猛地弹跳站起来，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嘴。我又犯了多嘴的臭毛病。妹子，你就当我放了个屁，千万别放在心上。不等我妈接话，他立刻扛着自己那一筐东西回了安排好的屋子，关紧了房门。我爸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他将今日的收入给了我妈，又顺手将2颗有些化了的糖塞到我手心，去一边吃去。我妈收了钱，坐在一边给我爸补衣服。因为精神恍惚，一会儿的功夫扎到自己好几次。我爸狐疑开口：“你咋了？”没咋。我妈回了神，将手指塞到嘴里吮了2口，迟疑开口：“淑华爸，你说淑华当初是不是被人害了啊？”我爸猛地抬头：“啥？”我妈将卖货郎的话给我爸重复了一遍，最后看向我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咱们淑华当初多聪明啊，怎么可能一夜就成了傻子？还有每年的压岁钱，别说咱们，就是你几个弟，哪年不偷偷跟着，可哪年真跟成功了？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还能跟不住一个老得快走不动道的，带着一个四肢不协调的傻子？这里肯定有鬼。我妈下了定论。咚，手猛地拍到桌子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绝对是。我爸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换了运道，换了运道，肯定是那些钱。我之前就奇怪，什么树还能给人发钱了？爹肯定是被迷了心眼。这么多年，那几房吃咱们的，用咱们的，
完事还要骂我们作孽，才生出来傻子。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，也该轮到我们出头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拉着我妈和我敲开了卖货郎的门。哎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卖货郎一脸无奈，我都说了，就当我嘴贱，放了个屁成不。我爸将我们推进屋子，关好门，直接就给卖货郎跪下了。大师，我知道你肯定是有本事的，你就看在我们这一大家子不容易的份上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他一边说一边掏钱，你说个数，只要能把我儿子救回来，砸锅卖铁我都愿意。卖货郎往后一跳，你可别害我，我都已经不干那行了，可不想沾你们的因果。有句话怎么说，免费的才是权威的。有了卖货郎的这句话，我爸更一门心思地认定了他是个有本事的人。要是有什么坏心思想要骗他，为啥不收钱？在他和我妈不断哀求下，卖货郎终于同意了。谁让咱们遇到了，就是咱们有缘分。卖货郎松了口，你们家这孩子，准确地说是被人和精怪共同害了，就像鬼遮眼。人在精怪的迷惑下，根本分辨不了对错，晕晕乎乎的就做了帮凶。这话听得几个人直点头。见几个人都接受了这个说法，卖货郎才继续开口。想要解决这件事，就得找到精怪的本体，在他脱离身体作乱前，彻底的杀了他。那这需要多少钱啊？我爸下意识摸了摸口袋，开口：我不要钱。卖货郎摇了摇头，在我爸不好意思的表情中继续说：我早就不做这行了，现在和你们说这件事，也不过是可怜这个孩子。我们这种人最忌讳进入到别人的因果，所以我不会出手。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，前提是你们得完全相信我。信？我们绝对信。我妈抢先回答，然后扯过蹲在墙角吃糖的我，竖滑磕头。卖货郎躲开，我可不收头。他从自己那一堆小玩意里扒拉出来一根红绳，将我们3个人的右手轮流捆上，又递给我爸一把崭新的柴刀。这事宜早不宜晚，刚好今日是15，月华最盛，你们现在就进山。现在？我爸有些愕然，这么快？但很快他自己就改了口，快点好。爹平常都不让我们进山，等他走亲戚回来了，肯定要阻拦。这话一说，原本犹豫的妈都跟着点了头。走，咱们现在就走。不过咱们上了山干嘛呀？进山往北走，让你儿子找到那棵树。卖货郎声音带着几分急迫，如果没有猜错，那树应该已经要修成人形了，你们拿着柴刀将树连根砍断，拖回来烧死就行了。好，我爸也不多说，摸黑带着我们出发了。卖货郎一路跟着我们到了山脚，这才停下步子。我就在这里等你们，你们快去快回，一定赶在天亮前回来。上山的路白日就不好走，更何况夜里。几个人的红线时不时就缠到路上的草木枝叶，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分开。听着山里或远或近的嚎叫声，妈有些害怕了，爹还得好几天才能回来，要不然我们天亮再来呗。万一遇到个什么大虫，咱们还不够一口吞的呢。不行，我爸声音发狠，这种事宜早不宜晚，你难道还想被人叫傻子娘吗？我妈不说话了，沉默的跟上爸的位置。可能是为了缓解害怕的情绪，爹开始不断讲这些年受到的委屈。从爷死活不同意他生2胎，到几个弟弟不服他就算了，还偷偷摸摸骂他。从弟弟们用家里的钱都去外面买房了，只有他们一家被困在这里，要等我成了树先生后才能离开。委屈越说越多，怒气越说越旺。什么树先生？我看那位大师说的对，都是狗屁，都想害我们。他越说走得越快，没多久就到了路的尽头。遮天蔽日的树，扭成各种形状的藤蔓，时远时近的沙沙声和各种诡异的鸟叫。我爸咽了咽唾沫，树华，接下来怎么走？走哪去？我嚼着糖，一脸不解。我爸急了，就是你也平常带你来的地方啊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转身往山下走。我爸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带错了路，直到看着我一门心思往家跑，才猛地扯住：树华，你去哪？我无辜眨眼，指着山下：爷，带我。我爸哭笑不得：不是让你回家，是过年时候，你和你爷去拿压岁钱的地方。爷，我锲而不舍地指着山下。我妈似乎懂了我的意思：你平常就在山脚下等着。我点头，蹲在空地上，指了指怀里：吃。你平常蹲山脚下吃东西，等你也自己上山回来。我赞赏地看向妈，给她一个大拇哥：聪明，果然有鬼。我爸脸色涨得通红：爹这事连咱们儿子都防着呢。不知道树的位置，几个人都没有了法子，只能看着我原地蹲着，一脸茫然地左右看着。半晌，爸忽然想到了什么一样，看向我：你平常得等你爷多久？多久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记得吃完了东西也就回来了。看我歪头，我爸叹了口气：我也傻了，怎么想起来问你？他开始问我妈。两个人叽里咕噜的一会儿，像是算出来时间了，带着我重新上了山。到了那条小路的尽头，爸看了一眼手表：咱们差不多要2个小时才能上来，爸年纪大了，估计得再加半小时。平常他们出门都得5、6个小时。既然时间差在这，那树的位置绝对不远，你做好记好，咱们每个方向都试试，最多走15分钟就往回走，换方向。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也只能如此。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，按照这个方法，只试了2次就找到了那棵树。比起树，更像是一个坐着的人。手电筒第一次扫过去的时候，爸差点一屁股坐地上去。欢，还真有啊！妈不自觉压低了声音，腿也忍不住颤抖。这树的位置很巧，刚好出现在树影的缺口。此时被月光照着，上面飞舞着不知名的萤虫，让人不自觉的汗毛竖立。没事，大师说了，就当木桩子砍下来就行。我爸说的轻松，但仔细看就能看到额头冒出的冷汗。我低下头，抠着手，也会生气。声音没有控制，我妈吓得一巴掌拍到我肩膀：死孩子，也不看看我们是为了谁，天天就爷爷爷的。行了，他现在就是个傻子，你和傻子计较什么？我爸不耐烦地打断，视线落到我身上，却像是看到他未来又要享受到的尊荣。等咱们儿子好了之后，村里那些人还不得把你捧起来，天天喊你状元娘。想到从前人人夸捧的生活，我爸又升起无限勇气：走，就当砍柴了。出乎意料的，这树极为好砍，没有想象中的缠斗，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惊吓。找到根系，没有几下子就直接砍断了。比起树，这更像是无数藤蔓缠绕而成。爸妈不敢仔细看，拖着树匆匆地下了山。卖货郎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看到我们下来，赶忙迎了上来。果然，他将要出口的话咽了回去：咱们找个地方抓紧烧了。好，烧树的地方也好找，就是村委专门烧垃圾的大坑，丢进去点火。卖货郎吩咐道。爸妈对视一眼，举起树丢了下去。他们没注意到自己身上的红绳还缠在树上，因为惯性，一家3口像是没了竹签的糖球，跟着叽里咕噜滚成一团。妈的，害了我儿子不够，还想害老子！我爸一脚将树踢开，刚好踢到了我身边。我和树的脑袋对上，倒也没有害怕，下意识伸手握住什么。爸已经站起来，喊着我们抓紧上去，别被人看见了。3个人好不容易爬上坑，卖货郎迫不及待地将火种丢了下去。火焰爬行蔓延，很快覆盖了整个大坑，发出噼里啪啦的灼烧声。我爸没有管火，将我一把拉过去，眼神专注而偏执：儿子，100加30等于多少？我捂着脸，不懂他的意思。难道是太难了？爸皱眉，背手古诗听听。我继续摇头。卖货郎听到动静扭过头，
哪有这么快？精怪还没处理完呢。哦，爸接受了这个解释，放过了我。几个人一夜没睡，本来就困顿不堪，见火要烧好一会儿，干脆找个地方坐着打瞌睡。这一睡就睡到了天亮。我们是被路过的村民叫起来的。你们一家3口怎么这个打扮？村民皱着眉头，眼底遮掩不住看热闹的兴奋。封建迷信可不能搞啊！我爸翻了个白眼，屁的封建迷信！以后我儿子可有大作为，你别把脏水往他身上泼。大作为！村民从嗓子里发出嗤笑。爸生气了，你还不信？儿子，给他们背诗。我揉着眼睛，茫然地看着爸。爸脸上的表情从笑变成惊恐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扯开了身上的绳子就往家里跑。妈被吵闹声惊醒，听完了村民的话，跟着尖叫一声追了上去。我被迫往前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家。家里的大门两边开着，卖货郎昨日住的屋子已经是空空荡荡，人早就没了踪迹。骗子，怎么会是骗子呢？我爸脸色衰败，巴掌不住地往脸上拍着。我害了儿子啊，爹会杀了我的。妈站在门口扶着门框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直挺挺地往后一躺，晕死过去。也回来的时候，家里已经乱成一团了。爸神情恍惚，和傻了一样。我妈则是从那日起就一直晕死着，水米不进。不知道是谁把那日早上的事说出去，村民都说我们家是撞到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一家都出事了。议论纷纷中，也走了进来。他手里拎着的篮子摔在地上，里面咕噜噜滚出来一篮子的苹果。那是我之前哭着喊着要吃的。他赶走了所有人，走到爸身边，你上山了。这话说得肯定。我爸像是抓到主心骨一样，还没说话，眼泪就像不要钱似的往下涌。爹，我错了。他将那件事颠三倒四地说了几遍，爷才听懂。他没有吭声，扶着桌子坐下，才抬手用力给了自己一巴掌。爹！爸急了，扑过去拉住他，都是儿子的错，你打我吧。爷没理他，用另一只手又给了自己一巴掌。都是冤孽啊！他抬头，不让眼泪流下来，都是报应。爸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是不停地抽噎。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不让你上山吗？爷开了口，声音里满是疲惫，因为我害怕你们发现真相。真相？爸终于停止了抽泣，也闭了闭眼。你们砍树的时候，难道没有发现那树长得像人吗？爸慢慢松开手，打了一个哆嗦。他眼神里全是惊惧。不，大师说了，那就是成了精而已。也没有管他，目光沉沉，开口打断了他最后一丝幻想。那不是精，那就是人。爹！爸叫出声。你也糊涂了，那就是精怪。你别说了，我儿子就是树先生，不是什么人，不可能。逃避是没有用的。爷用一句话将爸定在原地。你不是一直问我为什么不让你生2胎吗？他扯起唇，眼里充满讽刺，因为那是我们全家欠他的。爷开口就没想让爸逃避。他坐在桌子边，将那些陈年往事一点点说出来。树花傻了，是我害的。很多年前你生病，家里没有钱治，我和你远房大爷2个人一合计，干起了损阴德的事。我想着攒够钱了就不干了，但是你大爷不愿意，硬逼着我继续，不然就要举报我。我没有法子，只能闷头跟着干。那玩意挣钱，不到2年，咱们就攒了不少。爷的声音不高，但是却像锤子一样重重地砸在场人的心里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东西卖出去，风声一下子就严了起来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把东西就地掩埋，约好了时间再挖出来。那……爸的唇瓣颤抖，像是想说些什么，可最后却一个字都不敢说。我们约定的时间就是5年前。爷的话让他彻底失去了希望。那天我们相约上山，
结果被那个傻子撞见了。傻子吗？我原本没打算怎么样他，毕竟谁会相信傻子的话？这里说的傻子，就是上任的树先生了，那个在我成为傻子之前忽然消失的树先生。但你大爷不想赌。他请我吃饭，我带着树华过去，才发现那个傻子也在，抱着只烤鸭，啃得满嘴流油。我当时就知道不好了，但我不好表现出来，只能当作不知道。那顿饭我没敢吃，只敢喝酒，但我没想到树华和那个傻子居然认识，而傻子还撕了2条鸭腿给树华。当我发现的时候，傻子已经没气了，而树华也口吐白沫，意识不清了。说完这句话，爷的后背猛地弯了下去，极为痛苦地趴在桌子上，像是一下子老了几十岁。爸猛地转头，这次他的眼底是浓重的恨意。树华，是你害的。他没想到卖货郎还说了个对的。等等，或许那根本就不是卖货郎。想到他口中的远房大爷，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是我。到了这一步，也没有遮拦的必要了。我不敢带淑华去看医生，只能看着他成了傻子。我知道他不会放过我们的，所以我趁着他不注意，将傻子的尸体连同那些东西藏到了山上。我们手里各有把柄，即使不愿意，他也只能捏着鼻子忍了。我不让你们生2胎，是因为我知道有了好孩子，你们绝对会嫌弃淑华是个累赘，绝对会抛弃他。所以我只能借着传说中的树先生来让你们对他好一点。我怕你们阳奉阴违，所以才时不时用压岁钱的名义带点东西回来。我知道你弟几个人贪心不足，所以我才把他们赶了出去。不过我想好了，要是淑华一直好不了，等我走了，我会把剩下的钱全都留给你们。但我没想到你会被他给骗了。就3天啊，我就离开3天啊。卖货郎不，远房大爷绕着这么一个圈子，为的就是我们亲手找到树，然后销毁一切证据。现在我们没有了傻子，主动权也不在我们手里，很快他就会找上门了。爷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居然带上了几分轻松。我原本想拖个几10年的，没想到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一切都是报应啊。他转头看向我爸，错了一次，我不会再错第2次，不会给他拖你们下水的机会，我会去主动自首。最后2个字他说得很艰难，那些东西可能保不住了，但我给你们留了一笔干净钱，以后你想生2胎就生吧，只要对淑华好一点就成了。爸没有动，站在光与影的交界处，像是一棵沉默的树。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，也许什么都没想，只恨苍天不饶人吧。爷自首没多久，远房大爷就被抓住了。他在外面做生意，赔了很多钱，就想到爷留下的东西。原本他是想清理证据后威胁爷和他的几个儿子的，可他没想到爷直接先捉了。被抓住的时候还喊着自己是冤枉的，因为时间久远，加上损毁的太彻底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取证，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。眼看着时间期限越来越近，卖货郎得意洋洋地等着出来的时候，我从家里消失了。等爸妈发现的时候，我已经走到警局，提交了关键证据：2根鸭骨头和1根人的骨头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目光清明，这简直就是及时雨。有了这2样东西，很快一切就尘埃落定。卖货郎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先是一愣，然后就是癫狂，他以为是我也提交的，怒骂我也心机太重。而我也知道这件事也只是长久的沉默。没有多久，卖货郎的死讯和他做过的事一起传来，叔叔们花出去的钱也被追索回来。兜兜转转，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这间小房子里，开始了连绵不断的争吵。在我好了之后，娘也奇迹般的苏醒了。我爸拿着也留给他的那笔钱，带着我们永远的离开了家乡。故事到了尾声，烛光晃动了一下，所有人才渐渐回神。那爷呢？老二忽然开口，他的岁数应该够坐牢了吧？我摇头，
他死了。他年纪大，身体不好，所以逃脱了制裁。但逃过了身体的束缚，逃不过心里的那根名为悔恨的刺。出来没多久就吞药离世了。那就好。老二长舒一口气，其实我感觉最坏的就是故事里的爷了。一步错，步步错。老三总结。说完这些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老四身上。老四茫然抬头。老二，小四，你说话啊。轮到你总结了。小四哭笑不得，最后在老二锲而不舍的追问下，缓缓吐出一句话，哪怕用精怪掩饰，也遮盖不住人性的诡谲。这算什么总结？老二不满地嘟囔。他的情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等到所有故事都讲完，我吹灭了蜡烛，催着他们早点睡觉，明天还有早八呢。一切结束，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我将白日的第一张合照发到群里。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我自言自语。脖子上戴着的骨戒闪过一抹绿光，像是无声的回应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